只有婚前同居，你才会知道，小便不光会在马桶里，也会在马桶外面。你们现在会有问题，不是因为你们同不同居的问题，是因为你们爱情基础不在。你敢讲我的爱情没有基础？同居 not just about 睡在一起嘞。你是不是很庆幸你自己同居过？你不浪费时间。没有，我跟你说实话，说实话。你要说吗？经理人要决定要不要多差几点钱哦。没有，我可以坦白的说，就是。这里是前线开讲，我是福全，也欢迎我们两队的队长林有义和吕林轩。隔了1年，你们终于回到这个擂台，彼此碰头了，而且我们的有义终于我们的异常状态已经结束了，回来了，终于回来了。那今天2位队长要带领嘉宾讨论的课题就是婚前同居会让婚姻更幸福吗？那有义这边是正方，是赞成的，气势，林轩这边是反方，是反对。下一位，不反对。那首先我们要请有义，我们先开始，有请你的嘉宾出来发表他们的立场。好，那既然如此的话，我们这边呢就是先由这个颜值担当Jasper 上场。下一位，就是你了。来，是的。说话啊，大哥。在想台词。不要打，我还没有讲话。Ladies and gentlemen， 如果今天我告诉你，你要花100千来买一盘能够吃一辈子、必须吃一辈子的nasi lemak，可是你没有试吃过，你愿意付这100千吗？不愿意。你愿意吗？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因为风险太大，你没有吃过嘛，对不对？万一不好吃呢？万一太辣呢？万一平淡无味呢？风险太大。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你可以还1块钱，慢慢试吃这个nasi lemak，试到你觉得哇符合你的胃口，你再还这个100千，哇，是不是很划算？同意，非常同意。没有话好说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用脑想一想就知道了。漂亮，说得好。椰浆饭，我们这边也是颜值担当 ，Happy。你要知道，你跟我一样 category 的嘞。没有，不要，我现在有点生气，你知道吗？因为我感觉好像 Jasper 把我们当成一盘炒面，你知道吗？就我们100千的炒面，或者是1块钱的炒面。好，垃圾龙吗？啊，好，可以。那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其实我见过很多例子，就是同居之后基本上都没有结婚，那结婚之后呢，还是离婚。那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责任感。因为你就是觉得说，哦，我同居了，那我不合我就散啊。可是你结婚就是个责任嘛，你怎么可以说散我就散，对吧？其实我觉得说大家都是在找一个共同点哈，就是什么呢？生活当中2个人的习惯如果说很不一样的话，很难去改变的话，你在一起哈就会因一些琐碎的小事吵到最后2个人真的走不下去。说你那个衣服哈，你不要自己捡起来的，我要帮你什么？你刷牙的时候可不可以快点？小小的事情累积下来之后，就受不了彼此，对不对？才不要同居啊！所以同居才知道要不要在一起嘛。对了，说得好，说到我要跟你同居啊！谢谢。我是一个很爱自由的人，而且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很爱自由。那如果我的人生规划里我有结婚这个环节的话，那就是说我大半辈子我需要跟那个男人同居，我需要牺牲我的自由。那我为什么还要在结婚之前还同居，还把我的自由这样给了他？不可能嘛，不划算嘛。而且你想想看。同居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我现在的衣柜都已经挤不下我的衣服了，我还要空出来一个位置给这个男人，不划算。而且爱
情是有保存期限的。如果你们要说爱情是永久的，我有2个字送给你：做梦。因为看那个离婚率就知道，爱情并不永久。那如果我知道爱情有保存期限，那我为什么还要提早同居，提早把我的爱情送进我那坟墓呢？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我劝你们睁大你们的眼睛，不要再执迷不悟。说得好。大家听姐姐说，真是爱情的颜色，粉红。对，我是爱情大使啊。As 一个 person 啊，that has been 跟我的老公在一起15年哦，我可以跟你讲哦。爱情是有保存期限，然后你会要一直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保存那个爱情，sustain the love。Before 你结婚，你应该 test 一下。所以你看啊，你进去，你知道他的生活习惯是怎样的。我们已经弄掉那个摩擦点了，然后我们就可以move forward to a higher level of love and dating。说得好。而且如果他家里有佣人的话。你也要知道他是有没有很像叫佣人做这个做那个，吃完了那个盘放在桌子上啦，这些。你这个的故事是什么？等一下我才讲啊，他自己的故事。对。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当家小花旦，就算是他想同居，他的爸爸也不会允许他婚前同居的郑怡。我也不敢，大家因为你爸没人敢跟你同居吧？老爸会打这个断他的我也没有腿的问过，可能我会问他一下。不敢。我也是有朋友，就是同居了太久，然后开始习惯这种生活，最后他们会觉得，哎，其实这个恋情不用再进一步，然后不用结婚也可以过得很舒服。但久而久之，他们就会发觉，哎，其实他们在这个恋情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最后还是分手了。所以我还是觉得所谓的传统方式，从交往到结婚，到搬进去一起住，组织家庭，然后白头偕老，这整个过程也是可以蛮幸福的。好，反对，太棒了！反对。我敢吗？你们谁敢跟他同居？没有，其实还蛮打死你们！话说 ，OK， 那这样子我就要问一下郑怡妹妹了，你的朋友在分手的时候，当时有没有很难过？在难过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安慰他，说过类似的话？说：“嘿啊，没有结婚，幸好你现在就发现了问题。”哎呦，还有讲到分衣柜这件事情，你的衣柜终究是要跟他分的嘛？你现在去跟他吵衣柜这个问题干什么呢？对不对？他的 CPF 将来都是你的嘞。哇，这记哇，跪下来，签名，厉害！财产也是对吗？对了，大家都要居家办公，居家办公就要干嘛嘞？就要开会。他是不是一个会欺负下属的人？他是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他是不是一个会赚钱的人？哇，太厉害了！下一位，好多点。对 ，sorry， 还有点，快了啊！忘记了，我想起来了啊！就是呢，你要跟这个人住在一起之后，你才知道将来你愿不愿意生他的孩子，有一个有他的基因的宝宝在你面前晃来晃去。如果你想了都想要打他一拳的话，那就不要再跟这个人在一起了。我说完了，谢谢大家。说到我都想跟你生孩子。谢谢大家，结束了，谢谢，下期再见哦。各位，我知道你们很生气啊，我们先稍微的压抑一下，好不好？在看电视节目的你知道卖家秀跟买家秀的差别有多大吗？什么是卖家秀？卖家秀就是那些商家把衣服、把商品摆在橱窗里吸引你的东西。Teddy 站起来，哇，请出列，这就是卖家秀。买家秀是谁？好好选。买家秀呢，请看大屏幕。爱情就是让人美好的卖家秀，但同居呢，就是让人惨不忍睹的买家秀。爱情是什么？是彼此有浪漫和神秘感的卖家，你们先听住，的卖家秀。而同居呢，就是挤占彼此空间，互看两相厌的买家秀。总而言之，我想说一句话：婚前同居这回事，在我看起来是完全不可取的。就算是结了婚，你懂的。OK， 我是令轩，谢谢大家。好感人哦。所以你才要
同居看一下吗？刚才周慧的那个分享，大家有很多问题，对吗？我自己也有很多问题，我想知道说你之前有没有跟现在的老公之前有没有同居过再结婚？没有。然后现在你是12000分的后悔吗？我家里的那个 roommate 在听啦哦。roommate 你看，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婚前之前我们同居的话，可能可以解决掉一些摩擦先。因为如果我爱这个人，我知道我一定会跟他在一起，所以我还是觉得如果我跟他同居，我跟他先了结这些摩擦就比较好。不同意，不同意。我们来到一个共同点啊 ，a compromise。那我跟你讲，你们现在会有问题，不是因为你们同不同居的问题，是因为你们的爱情基础不在。你不是你去哪家？你不能结婚。你敢讲我的爱情没有基础？你赶快说，赶快说，我保护你。快说，快说。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当你讲你真正爱一个人的话，他不管有什么小毛病，你都是可以包容。如果这些什么挤牙膏、刷牙时间长，这些小事都可以影响你的爱情，根本是很请问你结婚了没有？的爱情啊，你没有，因为我还没有找到那个我很爱的那个人。我跟你说，要一个连刷牙习惯跟用马桶的习惯都可以接受的人的话，你的人生真的会很难。可是爱情本来就是要这样子啊，你爱一个人，你就要包容啊。而且我问你啊，你要同居多久？你这一个人的人生，他的小毛病是不可能在2-3个月。所以我告诉你，你一辈子都不会找到。Kelly 在找的是 robot 来的，我都可以 accept 就是 robot 来的。我问一个问题，你这些习惯呢，你不可以用过夜来解决这些问题吗？对的，所以你就要慢慢用。不是，就是同居跟过夜是不我跟你讲，但如果你在过夜在你的就是男方的家的话，你还也可以了解他。我跟你们讲，过夜的时候，周末大家难得周末不用开工 ，OK， 有话好好说。旅行呢，选择的目的地不一样，早上起床的时间不一样。好了，难得出来玩，不要想太多。今天你同居在一起。你住在一起，每个人都工作的像半条狗这样，只有同居，你才会知道对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但是你要相处久，你才会知道日久见人心。我如果跟这个人过夜，我只知道他一天的 better， 那明天可以换的嘛。你华语很好嘞，真的，他的华语真的是 upgrade 很多，突然间火上来。他背了1个礼拜的日子。我老公哎，哇，我真的生气哎。正方的火力非常强大，我们反方反而我很想听一下你们的这个反对的这个理由哈。除了同居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方式也是可以让你们了解另一半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个性 ？OK， 我觉得一个前提大家要想清楚，就是你永远不要试图用1年2年的时间完全的了解一个人。是旅行不能够100%的了解他，可是能够增进彼此的了解。真正的爱人要用一生去阅读的，各位。是的。可是这一生可以阅读好多爱人呢。所以才需要结了婚之后，你知道离婚的代价的时候，你才会踏踏实实的只想了解他。如果你一同居一出问题就分手的话，这个在医学上叫什么？习惯性流产，是不行的。什么？对不起，这叫责任。没有，这叫责任。就是对症下药。我们知道问题在哪里，一起共同的努力，早一点开始。那为什么不要结了婚之后一起努力呢？因为我离婚，我要把我的 CPF 还有我财产一半给他，我不要。是要结婚呢？那就证明你抱着离婚的心态走入婚姻。赞成。我一定要过去哦。赞成。你哈。成本太大了，这边觉得成本太大。我觉得我会要知道他生活习惯嘛，因为如果我们只是每天出去逛街的话，我也不懂他在家里的生活习惯符不符合我。婚前同居的话 ，you will know like the partner habits and all to keep you prepared. I would say. 你会知道彼此的 quotes， 我觉得比较好了，不要结婚过后才来觉得，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可以真正了解另一半的那个生活方式，比如说你放牙刷的那个方式，或者是你上厕所有没有把那个盖下来，这些都是很小的细节。结婚过后可能会太迟了，是觉得结婚后才住在一起比较好。我们有一起出国就可以看到习惯 ，like maybe 牙刷人家挤中间，我们从后面挤。其实如果真的在一起，我觉得这些小问题都可以 overcome it。
我觉得不一定会，可能还会早一点分嘛。最好还是不要吧。如果那个女的可以随便的 before 结婚就跟人家同居，可能也不是很好的一个原则啦。我不能接受的是我们老一辈哦，我们父母说还没有结婚就不可以住在一起了。爸妈比较传统，两个人如果想要长久的走下去，会需要时间来慢慢了解。我觉得没有同居会比较有神秘感，人结婚后，因为如果一直久了，然后就习惯了嘛，就不会觉得说，全部都理所当然了。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你知道那个所谓的神秘感，就是如果我跟你结婚之前我不透露我的那些坏习惯，你跟我结婚后，你 LL 就是要接受。这个就是一个惊喜还是惊吓呢？对啊。没有，这是不管是骗局惊喜是懂什么？年轻人的爱情观是，如果我在一个房子里，我的灯坏了，我把房子换掉，而不是去换这个灯。你们的观念就是，如果他牙膏挤错啊，换，不可以这样子。我们没有人打油，因为牙膏挤是。我们没讲换。我觉得出发点比较重要，你同居的出发点，还是你不同居的出发点是比较重要的。是，我觉得你们的问题就处在你们同居的理由的出发点就是我要看看。他哪里不适合我？对，如果你们抱着这样的心态同居走入婚姻的话，没有人这样讲。找到问题直接开始一起合作。你想一想，你想想你们说的什么？我担心他这个不好，他那个不好，他衣服乱放，他牙刷乱摆。你们有没有想过自己啊？对，我就是要讲，我就是要讲，不是就我们选他，他也要选我们嘞，他也要看我们。是。如果是你的话，你的现在的女朋友有跟他的 ex partner 同居过，你会接受吗？OK 嘞，你 OK？刚才秋慧有说到，那你的父母能接受吗？是，刚才有一个 Vox Pop 那人是说，可能会被标上这个随便的标。对。这一点我很想讲，我知道传统，我们抛开传统不传统这么说，刚刚秋慧有提到，对不对？我们这个人不是车好，不是说你开了之后那个车就会贬值，它就会 market value 往下降，不是这样的。所谓的打给你爸，打给你爸，打给你爸。你能接受，但你的父母能接受吗？他是因为像这样子来给你身上签订价值，对，他不在你的热忱你对人是好不好，你的人品、你的道德观等等，对，而因为这样子给你贴上标签，这样子的男人你要跟他在一起吗？他讲哇，你这样随便，哇，什么叫随便 ？Just because 你跟一个人同居就随便，他把你贬值你的价值，这种男人你要吗？不要吗？这个男方也一样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不会接受我的现在的另一半有同居过。OK， 那很简单，那你就找跟你观点一样的人。对，你们如果说想要靠一个就是同居来认识一个人，如果你们在一起久的时候，你也看出这个人的个性，你们适不适合当朋友，跟另外一半一样嘛。如果你们常常2、3年在一起，你们常去旅游。你旅游2、3次、4次后，你当然也彼此了解彼此的习惯，什么谁喜欢睡哪一方面、哪一边，谁喜欢牙膏怎么挤，然后这些东西都慢慢都可以去了解。你在这当下，你可以理解的另外一个人不用同居。反对，不要让他说话了，浪费时间。旅游的时候，你们有一起去买菜、去做饭、一起洗衣服、一起去做所有的家务事吗？有啊，在工作到很累的情况下回到家里吗？可以是你们是去旅游，你们去旅游是开开心心的去，旅游是没有像去小 Airbnb 太生活起来，日的生活不是旅游。没有 OK， 这样吗？旅游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大家是很高的容忍度。可是如果你是同居的话，我打个比方，就讲说我们讲说跟你的伴侣讲，好，我们明天早上一起去吃个早餐。你的早餐的定义跟他的早餐的定义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他可能是11点半、12点早餐，你可能就是7点起床吃早餐。我跟你一样，对不对？但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是朋友，我们去拍拖。可以，我们讲好我们不可能讲说早上去吃早餐，我们就会讲说好，我们10点半吃早餐，你就会早起来化妆化美。可是如果我们2个的生活习惯不一样，你讲说要去吃早餐，我7点就起来等你，我还看到你在床上睡到12点，我一定很生气的。这些东西都需要磨合的，你知道吗？有人帮你收。好，我们暂时先。所以就是需要这个东西来沟通。你去 holiday 有人帮你收拾，可是你在家里没有人帮你收，你不收，你的 other half 就帮你收。So， 我觉得这个过程，我们在乎的是过程，过程最重要，对吗？我想说的是，我听了对方的观点啊，你们讲很多都是。为什么站起来？
哎，还可以站起来，我就是要站起来嘛。说话的腿啊。对，因为我觉得说对方一直在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结婚之后少了一定的新鲜感，对不对？你觉得说那个新鲜感啊，就保留到后面啊，幸福的感觉以后慢慢的去磨合，多么快乐，是不是？可是你的意思就很像说，结婚了就是爱情的坟墓。我认为说爱情是可以一直维持到结婚之后的，就算你有吵，你爱他，你去包容他生活当中的一切，那也是爱，新鲜感依旧会在的，不何必说一结婚了，一同居就没有新鲜感。那你谈恋爱的时候，你就跟那个人说，我打算跟你走到坟墓而已，我们中间的过程不重要了哈。一结婚就没有那个爱情的感觉了，祝你是不是？泽亮，没有，我觉得婚前跟婚后的阶段是不一样的，因为婚前你还是在那个交往的期间嘛，然后你婚后呢住在一起是一种 privilege 来的，就是你结婚你就可以住在一起，这是一种权利。所以我觉得是不一样的仪式，这个不一样的阶段一起经过是有新鲜感的。你们两个人之间到底适不适合对方，有没有在朝对的方向前进？我想这个才是我们所谓讲同居，而且甚至同居叫做适婚，这个才是适婚所想要找到的这个答案。它是 practical way of 对，我觉得有意提的都很对啊，但是有意我必须说的就是你说的都是你要自由，你要独立女性，你要不给这个世界不给女性贴标签，没问题。那是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该去往的方向。但问题是在2022年，如果今天啊，我刚跟一个女生拍拖，第2天我就把她带回我家，跟我一起同居了，我爸妈怎么看她？对，谁叫你第2天就带她？所以我想说，等一下，对，你说的好。那你有第2天会有人跟你回去？哪会有第2天就带女生回家的？可是你们的观点不就一直说该早一点开始，带她回去？谁叫你第2次马上带她回？带回家同居的话，我爸妈会怎么看她？你第2天带她回去跟你同居1年咩？我当然觉得我爸妈的思想是不对的，是落后的。可问题是，这个世界上有一大部分人就是这样子的，该不该和会不会是2回事。但是你们会说什么时间点才可以同居？对，我可以讲吗？我觉得如果你真心要跟这个人结婚的话，那你试婚 OK， 我觉得这个是很 reasonable 的。可是不要第2天去人家。那请问该多久？有的人说该2天，有的人说该3个月，我觉得该5年。那怎样？你爱试婚就试婚呗。OK， 你 depends on 你自己的 personal choice 啦。如果你觉得 you are ready for marriage，then OK， 你去试婚，我觉得是 OK。咱们的对手，他们了解别人的方式只有同居一种。当他们想了解任何人的时候，就要住到他们的家里。跟他们睡在一起 ，share 他们的衣柜，还要认识他们的父母，这样才能够了解对方。睡在一起嘞，真的嘞 ，just about 睡在一起嘞，因为感情在一起，你要认识一个人不一定要同居。对啊，这句话等一下 ，Teddy， 这句话从你口中出来是很不实际的。因为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同居过？有。你有没有分手？哎，真的还是结婚就分手了？怎么会这样子？大节目吗？你是不是很庆幸你自己同居过？你不浪费时间。我跟你说实话，我先说实话。说吗？你很高哎，要不要多下几眼钱？没有，我可以坦白的说，就是我经历了同居之后，然后分手之后，我才发现说，为什么当初我这么轻易的去放弃？因为我那时候在同居的当下的时候，我就觉得，合就合，不合就算。这就是没有责任感，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在一个感情，当你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感情很新鲜的时候，你都会很激情，都会想要去尽全力去包容、去磨合。可是在你同居久了之后，你就觉得，久而久之觉得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嘛，那不合就算了嘛。对。我觉得我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我才知道责任是什么，婚姻就是责任，我不应该那么容易的放弃。大家，所以 Teddy 告诉你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到？你会学螃蟹走路？你是不是学螃蟹走路？那我在学他的。我跟你们说，自古以来就有一句话叫做“我反对”，相见容易相处。当你在趴拖的时候，你们在甜蜜爱爱的时候，这个叫做相见。可是当你们同居的时候，这个叫做相处。它的爱的氛围是不一样的，你们知道吗？你好甜。我们听听我们一位特别来宾究竟有什么话说。他其实是我们红娘公司改的这个关系经理。他的工作其实除了帮单身人士配对之外呢，也解决了夫妻俩伴侣之间沟通上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可以听一下他的意见。我们请我们的特别来宾凯乐出场。
凯乐你好啊，我首先我想要了解一下你自己本身是怎么看这个课题的？在同居的时候呢，你可以去了解对方的作息，就可能比方说你们刚才也有说到 toilet seat 要盖不要盖，还是牙膏怎么挤，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有听到过真正的案例，就像导致了离婚的这种下场。所以在同居的时候，可以更了解对方，然后做一个 compromise 这样。OK， 我们今天同居或是结婚什么都好了，光是真的两个人同在一个屋檐下，大家彼此，例如说真的对挤牙膏的方式意见有分歧好了，对，他是不是应该有一套 SOP 来帮助大家，最起码通过这个分歧达到一个相互了解的目的？对，那就是双方就要一起谈嘛，对吗？就是说可能另外一方就要看得开一点，他的性格就是这样，没有这么整齐。然后可能另外一方就可以帮忙去提醒，或者是有时连提醒都不要，帮他就按好。这些就是要维持一个婚姻应该做到的事情。刚才两队也有提到说，这个同居会影响这个新鲜感、神秘感的东西，你自己是怎么看的？刚才我们也是有谈到说，恋爱是不是有一个保存期？那要是同居跟不同居，这件事情都会发生的啊。那这种时候呢，就是要靠这双方来一起维持，刻意的去维持这段感情，制造那个新鲜感。就像是要是你可能一起去买属于两个人的房子，去买家具布置家里，这些都是很新的体验。甚至到了结婚过后，你看到你的男友变成了你的丈夫，甚至变成了爸爸过后，对吧？你那时你在不同的阶段都会看到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新鲜感，所以要一直维持下去啦，不是说就是婚后 then that's the end of it already。我们总觉得，当我们尝试去同居，然后我们觉得对方不合适，我们可以尽早抽身。但如果那个不合适的人是你呢？如果对方觉得你不合适，他决定他离开怎么办？大家有没有过这样子的经验？也许你是被对方，也许你是被对方抛弃的。但是他如果多给我一个月的，但是多年后的一天，你想回这件事情，你想着幸好那个人跟我分手了。那个人帮了我一个忙，不然的话，我会一直跟一个不对的人在一起。不需要同居去发现这个人不适合。确实不需要，但是只是说，有的人他真的包装的比较好的话，我们确实有更多的机会提早发现一些致命的问题。就算没有致命的小问题，也可以提早先开始。还是在就是说你在挑对方，不是对方发现我们的呢？对，对方发现我有问题，那如果结了婚的话，他也许就愿意多一点点耐心，再给我多半年或1年时间去改变，所以这个就是 scam。对，因为大家就把这个婚姻拿来当成是一种勒索。对，因为我们结了婚，所以你要进一步的包容我。不是不可以，而是给多一次机会。我们同居也是可以给你很多的机会。你们讲两个人在一起，为什么好像对方都有很多问题？你们在挑对方的骨头。他们的眼光有问题。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问题。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其实我也很十美的。在同居的时候，我们可能现在想的都是要找到对方的缺点，然后 prepare 我们自己。但是可能在同居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到他很多的优点。然后也就是说，当你们在同居的时候呢，你可以互相了解。有一位是很喜欢规划事物的，就是喜欢一个 organized lifestyle。那可能住在一起后，他其实不会很接受last minute 有朋友来visit 这些。反对。这个不需要同居也可以知道这个人是 organized 还是不是 organized。其实普通话教就够了。对啊，而且我觉得同居唯一你会觉得你可以去相处是可能挤牙膏啦，什么马桶盖啦，把这些听了就烦了，就很小的一件事情。你从上面挤，我从下面挤，买2个不同的牙膏啦，为什么一定要用一个牙膏，对不对？这也是个解决的方法，但是不需要同居啊。当你住在一起的时候呢，你的 expectation of 那个人其实就会变得不一样了。当你们爱彼此的时候，放屁都是香的，你知道吗？当你们时间久了，你不爱彼此，放屁就是你好恶心，怎么那么没有礼貌？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你讲的没错。对啊。可是如果你跟这个人住在一起1年、2年、3年下来，你们彼此还会愿意进一步去讲说，哎呦，好好笑，我在被窝里放了个屁，哈哈哈！够了，这样子一个开玩笑下来，你说这个人，你想不想这辈子都跟他在一起？他在看尽了你所有做过这些奇奇怪怪，而且在外人面前永远不会发现的事情之后，他跟你的那些下跪求婚，会不会更加的珍贵？前提是有这样的人。我有个朋友，他其实跟他的女友
他跟他的女友同居了5年，他们其实是要结婚的，但是他们现在已经走到一个部分，是他们其实不爱对方了，但是他还是会前往结婚的那个方向去。我发现到同居，对同居通常也是可以给你一个假象，说，哎，你们的生活已经太 tangle 在一起了，你反而其实会选择比较 convenient 的，说到这个有一点没有选择，对，没有选择。我可以站起来吗？因为这方面我有做功课。我想，其实同居了以后5年的岁月、青春，这个当然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但是你想想看，你只同居了5年，决定分手，这个时候你需要处理的事情只不过是什么？我跟你讲，最多搬家、抢沙发，仅此而已。我听了多少人，他们在结了婚之后要离婚的那一刻，孩子太小，咬咬牙到孩子考完 PSLE 12年的岁月，他们才敢提出说，其实我们2个人并不适合在一起。不管今天同居还是直接结婚，头1年在一起，你发现不适合了。例如你直接结了婚1年之后，你发现其实我们2个人不可以在一起。新加坡离婚要等3年呐，各位，你还要等700多天。我用功一点，我可以读硕士了耶，这段时间。而且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宣布婚姻无效的话，怎么办？你必须要上庭去宣布说你要求要解除这段婚姻。我看了，律师费1600。大家节省一点好不好？但是我还是要把大家的注意力拉回夫妻之间究竟要怎么样才可以创造这种的幸福感觉，不论是他们之前有没有同居哦。不知道你们有听说过 5 love language 吗？ Yes。那你要很了解你的伴侣的性格，或者他的love language 是什么？可能比方说老公整天就买礼物给老婆，但是老婆其实她的 love language 是 act of service， 她就是希望先生可以帮忙做点家务啊，帮忙带孩子之类的东西，对吗？所以这里就有落差了。对吗？所以在我们要维持一个婚姻的时候呢，是要彼此的包容，彼此的了解。那我很好奇，就是还有另外3种爱的语言是什么？然后他们的例子是什么？有什么？第一个 act of service 就是他可能你的伴侣喜欢你帮他run 一点 errands， 帮忙可能做家务啊，还是帮他下去打包东西这一类的。第二个我们是有 word of affirmation， 就是他要你可能夸奖他，就是跟他说，哎，我爱你，你的这个我爱你要不能少说，要经常说。来给他的肯定，然后我们也是有 physical touch， 就是肢体的接触，就是伤心的时候，其实你的伴侣来给你一个拥抱，不用说任何的东西，都会让你觉得哎，一切都会很好。精心时刻就是 quality time，unseparated attention， 就是你们要一起去创造2人世界，2个人的时间，每个星期1天就是要一起出去用餐、约会，这样才能制造新鲜感。好，谢谢凯乐的分享，谢谢。你看专家说了，早上起床先说爱你，然后呢帮另外一半做家务，然后呢带他出去约个会，在餐桌上拿出小礼物，然后呢开开心心的回家，为爱鼓掌，好吧？非常好，哇，太棒了。都包含在内了，都串起来了，对，一整天的行程啊，但是不能同居啦。对。我们来到这个讨论的这个时间点，2对针锋相对也够久了，我们先请友谊来做一个总结好吗？队长。OK， 我想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们一直在讲的都是我们希望最终婚姻是幸福的。所谓我们支持同居，在于我们支持用最短的时间、最有效率的方式收集最全面的讯息。之后你必须要了解，你永远有一个选择。今天在座的任何一个人，如果我们相信自己没有选择的话，我们都不会有前任。我们相信人生可以更好，所以有的时候。也许有一方会选择放手，会选择离开，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我们要有一个永远的那一任。你永远的那一任，是不是你在收集所有信息之后，郑重做下的决定？这个我想才是我方今天希望可以带出的立场。谢谢。谢谢友谊，林轩。我是有同居过经历的，所以作为男生呢。当你只有尝试过婚前同居，你才会知道，原来女生一天可以掉这么多头发。作为女生，只有婚前同居，你才会知道，小便不光会在马桶里，也会在马桶外面。OK， 作为男生，当你同居之后，你会知道，原来这么小的一张脸，可以抹上20几种不同的化妆品和护肤品。OK， 作为女生，你会明白。原来人类可以在猪圈里面生存这么久的时间。
在同居之后啊，男生常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哎，你压到我头发了。” OK。女生呢，常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哦，宝贝，今天我太累了，明天好吗？”有的时候呢，在同居前你们是男女朋友，在同居后你们是男女/朋友。婚前同居呢，距离结婚只有一步，距离分手也只有一步。所以我想说的是，同居有风险，婚前需谨慎。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赢了，好强哦！这个赢了，崇拜。就是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那既然是那么难得的一份缘分哦，我们就更应该好好的把握，一起来努力去经营，两个人才可以幸福的走下去。哎呦，周公子，你要有请，你。谢谢，有请有意跟林轩一起到这边。我要感谢所有6位来宾，还有我们特别来宾凯乐的分享，谢谢各位。是，也希望在看节目的你也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评论，参与我们的互动哦。是，也请大家呢锁定 Me Watch 以及我们8世界的各个社交平台，记得点赞、留言、订阅、分享，我们期待你的回应。谢谢大家，我们下集再见。谢谢你们，谢谢你。凯莉，你要对上面哭。这个揭疮疤。现在没有 Rolling Day 吗？是啊，我还没有摄影，我以为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对，我也是原来大家都不知道。我也是。久而久之，爱也是只有到这里。你要怎样维持这个关系，真的是有很多刻意的付出。爱有很多种方式啦，如果两个人最后没有在一起，就不要把它怪在同居的身上，而是这两方不适合。击败婚姻的不是你没有做什么，而是你有没有坚持做。你坚持做一件事情才是了不起的。你每天你。因为我听过人家讲一句话，就是说一个婚姻要长久哦，你必须每天早上起床睁眼的那一刻，你看着隔壁的那个人，然后都说我选择你。感情就像一杯酒，它会越放越香，但它不会越放越醉。你要做好准备，可能有一天大家会对彼此的感觉会变，但是深度是越来越深。每一个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嘛，因为你彼此选择了彼此，你就会要去接受彼此的缺点。维持情感最重要的不是我多爱你，而是我有多尊重你。太厉害了！成熟，这就是成熟的团队，真的是。